Hey guys，今日會去日本阿爾卑斯山神之故鄉，位於海拔1500米嘅上高地，係我期待已久嘅旅程啊！今次呢2日1夜嘅上高地旅程，全程都係可以用呢張 Day Pass。至於呢張 Day Pass 喺邊度買，以及由松本開始坐電鐵到新島站轉乘巴士嘅詳情，請參考成安高原嗰一集。今日就會由 AK1 松本站搭電鐵到 AK14 新島站，再轉乘巴士到 K20X 大正池站。坐咗個半鐘車，大概早上9點半就到我哋今晚住嘅大正池酒店。呢一條就係上高地大眾嘅步行路線，由 K20X 大正池開始，途經大正池、田代池、田代橋、河童橋、明神池、明神橋，最後返回 K30 上高地巴士總站，全長大約9.2公里，所需時間係3個半鐘。海拔高度係由大正池1490米到明神池嘅1520米。放低行李就開始今日嘅行程。行咗幾步就嚟到大正池啦。大正池係喺1915年形成嘅，喺附近嘅一座火山燒嶽爆發咗之後，阻斷咗子川而形成嘅。通常早上先會有咁平靜嘅水面，咁樣先會睇到水面倒映住嘅穗高岳同燒嶽。哇！真係好壯觀啊！睇到下巴都跌咗落嚟啦〜跟住向田代池出發，呢度可以近距離睇一下燒嶽。燒嶽係位於日本長野縣同埋知埠面交界嘅飛騨山脈主線上嘅一座活火山，又名硫磺嶽，係日本8名山之一，海拔2455米。上高地都有登山徑可以攀登到燒嶽嘅山頂㗎。入田代池之前，呢度有個位可以清楚睇到穗高連峰。穗高岳位於日本以中部山岳國立公園飛騨山脈奧穗高岳為主峰嘅山群總稱，有海拔3190米，現為日本第3高峰，又稱穗高連峰。由大正池行過嚟田代池只需要20分鐘。田代池係一座四周被濕地環繞嘅小池，由於有地下湧泉，因此即使喺冬天，田代池都唔會結冰。由於下澤岳不斷注入嘅泥沙，令到田代池正在逐年縮細，而且池底嘅枯葉等等逐漸堆積，因此有啲地方已經變成咗濕地啦。大家可以揀行臨江或者子川到田代池，我哋就揀咗走子川方向。由田代池開始行要15分鐘就到咗田代池。
我就冇過到橋對面，揀咗直行，繼續沿住紫川河沿行。行到呢度，最高連峰嘅山頂已經俾雲霧覆蓋咗啦。嚟到巴士總站，先去預約聽日翻新島站嘅巴士，回程巴士係一定要預約嘅。雖然我有飛 pass， 但係都要嚟巴士總站預約，佢會另外俾一張車飛你，但係就唔使再額外付款。咁我就揀翻喺 K28 大正前站上車。嚟到河塘橋景色變差，咁我哋就食個 lunch 先啦。食完 lunch， 我哋就繼續向凌晨池出發。行向凌晨池途中就發現呢個黑熊攻擊人嘅公告啊！就係喺呢個沼澤區有一名韓國遊客俾黑熊攻擊至重傷啊！而家凌晨池係要收500yen入場費㗎。從河童橋大概行1個鐘就到咗明神池，呢度有分明神1池同埋明神2池。明神池清澈嘅池水對於日本神道教而言意義深遠。因為神道教崇拜嘅核心對象就係大自然，當瑞居河頂峰嘅積雪融化，紫川嘅水就能得到補充。其河水灌溉松本盆地嘅稻田，並連接瑞居神社嘅本宮與外宮。明神橋一帶係馬騮嘅集中地啊，佢哋都要過橋啊！過咗明神橋之後，左邊係可以上山，右邊係返上高地嘅巴士總站。本來以為呢啲大眾嘅觀光區唔會有黑熊出現，但啱啱睇到嗰啲黑熊公過，就行返呢啲樹林嘅時候都有啲驚啊！我哋一直跟住有鈴鐺嘅遊人啊，
大家見到熊一定唔可以做嘅事就係轉身奔跑啊，因為啲熊一定會追住你㗎。嚟到小李平露營地，如果唔住酒店都可以揀露營，大人係1300 yen 一晚。呢度有啲小木屋俾你煮嘢食同埋沖涼，戶外地方係嚴禁燒烤生火，如果唔係就會好容易引咗啲黑熊過嚟㗎啦。返到巴士總站大概係下晝4點半，酒店職員提醒我哋最好5點前返到酒店，如果唔係就會好黑好危險。咁我哋就搭7分鐘嘅巴士返去酒店，因為我哋有 day pass 就唔使額外再付款。呢間大正池酒店係40700 yen 一晚，即係大概港紙2300蚊一晚，就包咗晚餐同埋早餐。晚餐係可以揀5點或者7點食。晚餐係有專人 serve 你嘅，俾大家睇下有咩食先。聽聞清晨時分嘅大正池係必睇嘅景色，咁我哋就清晨5點半就出去睇下，俾霧氣環繞大正池嘅夢幻仙境。睇完仙境就返入去酒店食早餐。由於我哋琴日去到河童橋嘅景色變差，所以我哋食完早餐再向河童橋出發。通常啲黑熊會喺清晨時分出現㗎，要敲大聲啲啊！今日行到嚟田代橋，又發現好多呢啲黑熊出現嘅公告啊！今日天氣好好啊，嚟到河童橋好清楚見到瑞宮連峰啊！大家係嚟行山嘅，記得要喺巴士總站隔離呢個上高地登山商談所登記自己嘅登山路線，咁就會比較安全㗎。
喺 Information Centre 同埋回程嘅途中，我哋都見到好多呢啲黑熊出現嘅公告啊！但我哋又冇買鈴鐺，又冇買 BSB，諗飛起都有啲驚啊！由於時間上咗，我哋去返巴士總站更改返回程巴士時間，係免費㗎，仲有時間行返去田代祠。下晝我哋再返去大正祠嘅時候，景色就冇咁靚啦，係睇唔到倒影㗎。呢趟旅程超滿足啊！See you。